等后备箱的声音小了，李延玉才下车走过去，却见自己的行李箱已经安稳地放在了地上。他关上后备箱，拿出证件，拖着行李去前台办入住。周易正神色和煦地和前台小姐姐交谈着什么，等人说完话，他才走近，将证件递过去。前台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入住事宜，李延玉也没听进去，注意力跟着他行李箱滚动的声音去了老远。李延玉忽听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进耳朵里，李延玉诧异抬头，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周易的语调波澜不惊，连个招呼都不打是吧？四目相接，他这才确信，他认出自己了。他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依旧英俊逼人，但这一刻抿着唇，下颚线绷紧，带着一点从前没有的凌厉味道。刚才的车费怎么算？李延玉握紧了手里的证件。周易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分辨不出什么情绪，转身就走了。实在不算一次很愉快的重逢。李延玉其实很久没有想起过周易了。工作之后，每天都在忙碌一些庸俗的事情，人困在琐碎里，就会和琐碎融为一体。过去这4年，他几乎想不起自己做了什么，竭尽全力才成了一个面目平庸的普通人。在重逢之前，幻想过千次万次要变得更好，要鲜花着锦，要毫不费力，但到了此刻，却只剩烈火烹油。他快速洗漱之后，倒在床上睡了过去，一直睡到下午3点，李延玉才悠悠转醒，竟然一点也不饿。他拿起手机翻了一下，30多条未读消息。首先是赵晓，明天是婚礼，今天晚上我们宴请各位远方来客，一起吃个便饭，认识认识。李延玉，你又睡死过去了，今晚6点 XX 酒店，从你那走路过来15分钟，不要迟到啊。有帅哥，是时候给你开开张了。赵晓是李延玉的大学室友，关系不错，工作之后依然有联系。这次李延玉回来，正是为了参加他的婚礼。李延玉简短地回复了几句，又打开另一个未读对话框，是替他上门喂猫的铲屎官发来的。首先跳出来的是几个猫咪视频，李延玉点开看了一会儿。铲屎官说，罗勇今天的罐头已经加好了，猫砂铲完冲了厕所，我走了。猫叫罗勇，是朋友崔元暂时寄养在他家的。一一回复完消息之后，他才开始洗漱化妆。打车到指定酒店的时候，李延玉老远就听到了赵晓的声音，于是遥遥冲他招了招手。赵晓急不过来，拉住他的胳膊，一通寒暄。上次你说有工作来不了，我都替你可惜，幸亏你来了，这回是真的不亏。什么不亏？李延玉笑起来。我老公那边的亲戚里面，帅哥特别多。赵晓凑到他耳畔，笑得贼兮兮的。有你喜欢的款？真的假的？那要不就一起办了吧？李延玉也笑。赵晓也盯着他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包你满意。李延玉一审，正欲说点什么，赵晓抢白道：这不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酒店里灯火黄黄，气味馨香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一群男男女女有说有笑地朝着他们走过来。李延玉谋心一动，立马觉察到一道极有存在感的视线焦灼在自己面上。赵晓凑过来，嚯，周易来了！李延玉僵立在原地，人群很快走近，赵晓连忙过去挽住了自家老公罗青的胳膊，高声说：我先介绍一下。众人齐齐望向他。赵晓将目光移到李延玉身上，笑眯眯道：这是我大学室友李延玉，漂不漂亮咱们就不必赘述了，大家都看得见，最紧要的是工作好，会赚钱，性格也特别好，现在在南市工作。后半截的话不必明说，人群里的单身男人心思已经活络开了。一个长发女人插话道：我还记得13届西科大传媒系的系花。李延玉对投过来的数道目光一一含笑点头致意，也没说话。赵晓的老公罗青嘿嘿笑了一声，道：正巧，我们这也有个在南市工作的。众人又齐刷刷地望向他。罗青指了指人堆里长身玉立的周易，笑了笑：我表哥周易，西大的，现在在大讯做架构师，虽然人在大厂赚得多，头发多，长得还帅，但好在没人养。人群里发出一阵哄笑。李延玉紧随众人的目光望过去，和周易沉沉的目光相接，这次却没挪开。赵晓拖腔带调，拉着李延玉的手说：哎呀，你不是就喜欢那种又高又帅的学霸吗？人群里立马有人捧哏：哎，那这不是巧了吗？几人都纷纷朝周易投去暧昧的目光。周易脸上挂着舒淡的笑意，望向了李延玉。李延玉心里一跳，连忙给赵晓使眼色，示意他可别乱说话了。赵晓视若无睹，笑眯眯地说：表哥在大厂肯定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，回头让他给你介绍介绍。
他的语气真诚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在揶揄人。李延玉沈笑，一言不发，却听赵晓继续说：“哎，既然这样，要不你俩加个微信吧，一个是表哥，一个是室友，那四舍五入就是一家人呀。”有人继续捧哏，自家人给自家人介绍对象，靠谱。李延玉头皮炸裂，不明所以的罗青也附和道：“对，你俩加个微信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都在南市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对啊，多巧妙的缘分呀，没准儿以后还能寻个什么机会合作呢。”李延玉抬眸，周易被簇拥在人群里，因为高，所以显得鹤立鸡群。不得不提的是，他这会儿看他的眼神十足的耐人寻味，简直就是网上形容的那种3分薄凉，3分怨恨，4分嘲讽。再加上他保持着双手插兜的动作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凛然机巧、拒人千里的气场。罗青见二人没动静，啧了一声，拍了拍周易的肩膀，说：“都不要那么拘谨，主动点。”话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李延玉不想落人面子，走过去，迎着周易的目光说：“我扫你。”周易看了他一眼，缓缓拿出手机，打开了二维码。滴一声过后，赵晓撞了撞李延玉的肩膀，脸上挂着姐妹只能帮你到这里了的表情，简直了。随后，赵晓和罗青又将众人一一介绍，李延玉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只感觉自己的灵魂又脱离躯壳，游离去了他不知道的地方。寒暄完毕，一行人很快就坐下来点菜。李延玉解锁了几次屏幕，却始终没收到好友验证通过的消息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他们去了 KTV， 在昏昧的灯光下，每个坐在包厢里的人神色都看不清。李延玉安静地坐在角落，偶尔端起啤酒杯和赵晓碰一碰。不过1个小时，对面的顾云已经打量了他10几次。他终于起身走过去，赵晓十分凑趣地给他让了位置。他顺势坐下，凑到李延玉耳边：“要不要帮你点歌？”李延玉用口型道：“不必。”他五音不全，不爱唱歌。顾云心里暗忖，这个女人确实是他的菜，不笑的时候冷静，笑的时候妩媚，连拒绝人也那么好看，是那种令人心痒痒的明艳。身上的香气他也喜欢，身段更是无可挑剔，就是有点太高了，以后在一起的话，他不能穿高跟鞋。李延玉不动声色，往后挪了挪。他们说你是西市人，这次回来要逛一逛吗？顾云又凑过去，盯着他明艳的面庞，恨不得直接上去踹一口。李延玉有点疲于应付了，只冷淡地摇了摇头，收回了目光，没时间逛了。顾云有些讪讪，但心里来了劲，把这种越难搞的女人搞到手，才最有成就感。李延玉下意识划开手机，看了一眼，又关闭了屏幕，余光望向了在人群里谈笑风生的周易。和以前一样，他总是人群里左右逢源的那个，能和任何不熟的人快速熟络起来，也能大方化解所有局域，在社交场合里游刃有余。但他就特别不擅长这些，在都是陌生人的场合里简直如坐针毡。其实我也挺向往1线城市的。顾云端着啤酒杯，又不动声色地凑近了一点，歪头看他，比如南市适合年轻人打拼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我应该也会去那边工作。他微微偏头，十分耐心地向他展露自己最好看的侧脸，然后把手搭在了他背后的沙发靠背上，乍一眼看过去，近乎拢着他。李延玉再退就要贴在旁边人的肩背上了。今日的陌生人社交笑脸份额已经用尽了，真的烦。正酝酿着该怎么打发他的时候，包厢里的音乐蓦地暂停，明亮的灯啪的一声亮了，声音清脆短促，像是带着情绪，十分不悦。李延玉应声望过去，周易正倚在门口，修长的手指又拨弄了一下灯光开关，一束光追过去，打在了顾云身上。众人立刻停下来，先看了一眼周易，又不明所以地望向了顾云。顾云很尴尬，不得不立刻坐直身体，和李延玉拉开距离，收起了自己那俊美的侧脸。赵晓后知后觉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周易脸上挂着不清不疏的笑，说：“好像大家都不爱唱歌，要不一起玩玩游戏？”众人立刻附和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七嘴八舌地报了一大串游戏名，但无论什么游戏，总是有人不会玩。最后不得不选了 KTV 传统异能真心话大冒险。罗青叫了服务生，拿了一摞真心话大冒险的惩罚卡牌进来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啤酒瓶就在桌面上转动起来。转了5、6圈之后，啤酒瓶缓缓停下来，瓶口对准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。众人立刻起哄，有人问：“王涛，你在公司被哪个女同事嘿过吗？”王涛无力招架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半晌道：“我选大冒险吧。”罗青随即抽了一张惩罚卡牌，
念道：“叫床1分钟。”众人更加情绪高涨的起哄，有人甚至吹起了口哨。王涛继续涨红着一张脸，把手里的啤酒杯重重一放，高声道：“床床床床床床。”王涛喊完1分钟，众人的笑声此起彼伏，都说他是作弊。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，也或许是因为这个开场，刚刚还拘谨的众人渐渐地放开了起来，啤酒瓶一圈圈地转起来，众人的视线也跟着一起画圈，最后停在了一个短发萌妹面前。萌妹身旁的一个格子衫男忽然道：“问在场的，你最喜欢的男人一个私密问题。”萌妹有些害羞，想了半晌，这才鼓起勇气拿眼神瞟周易。众人立刻心领神会，给他腾位置。周易学长，我知道你是西大的，正好我也是，请问你是哪个专业的呀？他说话温温柔柔，不自觉把那个呀字拖长了尾音，像滚在黄豆粉里的糯米团子，软糯可爱。我学计算机的。周易说。罗青一听，立马搓火道：“哥，你听清问题了没有？人家问你是哪个专业的呀？”他拔高了声音重复：“是呀呀。”众人哈哈大笑。周易额头青筋直跳，道：“我学的计算机，但不是呀。”不是呀的话，罗青一脸猥琐，顿了顿，转向萌妹，指着周易说：“学妹，他不要钱。”惹得众人再度发笑。赵晓用胳膊捅了罗青一下。